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停船。OK。掩护！Are you okay? You get out of here. I'll handle it. Don't move！ 别动，拉上来！靠着啊！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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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来，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赫尔墨斯只是无根之木，而我们则背靠大树，笼罩全球的参天大树。你们是 CIA？ 我们不是 CIA， 我们只为我们的大老板服务。你们的大老板是谁？你应该问，我们的大老板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引发战争，控制国家命脉？是金钱，是资本。它不属于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在为它服务。它的力量不会消失，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强大到控制全世界。那我想知道，
为什么你们想要参与核电技术这件事？因为我们也想得到它呀，它是世界的未来。其实，我们立德和赫尔墨斯一直有着很好的合作。江城事件多国会议的资料情报是我提供的，首城电力公司代表佘石原的个人资料是我给的，桑德鲍伊和佘石原的第一次见面是我促成的。所以说啊，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只不过我们是隐藏在你们身后而已。我们做事不像赫尔墨斯那样急功近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具有数十年历史、参与过诸多地区重大事件的组织，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很远大，远大到连一份残缺的第四代技术都要窃取。我们大家彼此。说真的，你们掌握的信息和情报，我当然想要，但我更看重的是卢卡先生您。2016年贝罗机场心脏病人案，2018年西非贸易商的内场离奇车祸，2020年东川电厂技术官触电身亡，这些案件我们一直在分析了解，到底是谁行动能力如此出色。这次行动中，我和赵发现了你，你的作家身份真是天衣无缝。直到总部寄来一份特殊的情报，我和赵才确认，那个杀手就是你。我不喜欢别人调查我。不是调查，是增加了解。我现在不仅仅想要你手里的硬盘和情报，更想跟你成为真正的朋友。3辆随时可以启动的高性能轿车，配备了10张实名的备用车牌，储存了半年的食物和饮水的安全屋钥匙，还有6本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国家的护照，3部加密手机，1部不会被追踪的卫星电话，还有1张卡。这张卡是国外账户，不会被追踪，里面有50万美金。这是什么意思啊？卢卡先生是聪明人，这是我们跟聪明人做朋友的诚意。当然，你也可以杀了我们，继续跟永远走不出监狱的桑德鲍伊交朋友。如果那样的话，你将同时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和我们组织的敌人，那滋味儿很不好受的。卢卡先生，这2个人正在找你呢。These two are most likely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这照片你是怎么拿到的？这就是立德的能力啊！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我知道。杨光，国家安全部门的副处长；李健，国家安全部门行动科科长。你被这2个人追踪上了，你真的很难逃得掉。卢卡先生，你可以走，可你能去哪儿呢？桑德鲍伊和你成长的孤儿院，他比你大很多，他是你最好的大哥哥和童年的玩伴，他答应你带你去更高的山峰，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到达。而你一直在帮他擦屁股干脏活，你所得到的东西远远少于你所付出的，是吧？那又怎么样？赫尔墨斯没了，
你那个作家的身份还能坚持多久？难道你想回到孤儿院吗？回到那个小城市，过完你寂寂无名的下半生？除了我们，还有谁知道你作为顶级间谍的那些功绩？你到底想说什么？那就要看你想要什么。利德能给你的远远大于荷尔莫斯，钱是最容易的事儿。除了这50万，你会拥有一个苏黎世银行的私人账户，账上有300万美金，300万欧元，足够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身份：作家、银行经理、投资人，任何一种我们都可以毫无破绽地办到。我是个杀手，拿钱做事，天经地义。但是我不想被中国国安抓到，要我加入你们，你们必须给我提供足够的保障。800万美元，全套的美国身份、护照。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卢卡先生。我明年就要退休了，我认为你有能力接替我的位置，成为利德在中国的负责人。卢卡先生，更高的山峰就在你面前，我相信你能登上去。我一向喜欢登山，但是如果这座山挡了我的路，我有的是手段让它消失。OK，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现在开始，需要我做什么？桑德的案子还远未结束，而且你是最后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安全起见，你的任务是利用你作家的身份和谢小曼的掩护，在延平安全地潜伏下来。最好换个房子，换种生活状态，好好的。We have received word from the police department around 30 minutes ago that our close partner Morse Group was actually a front for the renowned intelligence agency Herbus.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not having recognized them. We are truly sorry about it. And I'd like to officially announce that Joe 9 will terminate all cooperation with Morse and do all we can to support and cooperate with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security authorities. And Jonan will continue working on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our Gen 4 nuclear technology and continue our work with all stakeholders. And that will be all for today's conference. Thank you all for your time. 现场直播。你的上家把你抛弃了，现在愿意跟我聊聊那个人是谁了吗？我不知道。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输了就是输了，还在这装坚强，有偶像包袱啊？我输了。未来，谁知道当年鸦片战争，中国安排这个各地就翻脸，都经过输了吗？没有。你们用了70多年的时间奋斗努力，你们又成了亚洲的龙头。但是，中国赢了吗？也没有，因为世界是在发展的趋势。战争不会结束。说完了，给我上历史课。我高中时候是历史课代表，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很清楚你离不开这里。除非你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许能给自己争取一个回家的机会。我开始干这行，没想过回家。哎，我们是同行，你应该理解。你就保持这个心态，以后就把监狱当家玩。里面条件挺好的，我还会给你寄一本书，是我们中国一个叫做鲁迅的作家写的，书的名字叫做《阿 Q 正传》，里面那个主人公跟你挺像的，自欺欺人。是吗？是，看看，看看，看看。阳光，较量不会结束。较量也许不会结束，但是你永远结束了。杨柱，注意安全。来延平告我，一块儿吃饭。没问题。哎，小心这个比较重，谢谢。小曼，阳光，哎，好巧啊！真是你啊！你这什么情况？要搬家啊？啊，我男朋友说想换一个环境更好的，方便我们俩工作啊。哦，哦，我这是给你介绍一下吧，卢卡。卢卡，和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卢卡莫里，这是阳光，我球友。你好，杨先生。哎，您好，多次听小曼提起，很荣幸认识您。久仰久仰。其实我之前见过您。你见过？对，就那次在酒店那个读书会，我去了。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我看见你了，在台上陪着卢卡先生一直在那儿翻译，就没好意思打扰你。然后正好那天我也见到你给我介绍那个赵总。
赵亚宁，你们认识了？怎么认识的？就那天读书会完了之后，不是有个酒会吗？我们就那么认识了。我以为他会跟你讲呢。可以呀。哎，怎么样？她漂亮不漂亮？行了，你当着你男朋友别这么八卦行吗？没事没事。哎呀，挺好，你的问题也解决了，祝你们幸福啊！看这单身狗酸的啊！我什么时候也能祝福你呢？等我信儿呗。行吧，那等我们之后收拾好了，你有机会来我们新家坐坐啊。没问题啊，到时候把地址发我就行。好嘞。行，那到时候打球见。拜拜。拜拜拜拜。差不多了，上车吧。走。赵总，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这段时间真的是发生了不少事，不过你知道我看到你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什么感觉？就觉得你好像下一秒就会告诉我你还有一个别的什么身份。其实我看见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是吗？杨初这么忙，怎么有时间约我呀？上一次，赵总救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今天这顿饭，谢谢你啊！来，尝尝。其实挺奇怪的，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按这么算，咱俩也算是熟人了。但始终感觉我们还是很陌生。你要说陌生人吧，有的时候又感觉挺熟的，你说奇怪不？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彻底给我绕晕了。其实我自己也有点晕，我就是觉得，我虽然知道你是谁，虽然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对于你的工作具体内容还有工作的意义，其实一无所知。哎，说到工作，那我可是对你的工作充满了好奇，比如什么？比如抓捕桑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不好意思啊，无可奉告。说一点嘛。总之就是很惊险。怎么个惊险法？跟拍电影似的？其实生活远比电影里面演的更狗血。当时我们抓捕桑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后半夜了。那个时候，桑德的舰船已经驶离了码头，急速向公海驶去。然后呢？然后为了阻止他出逃，我们调派了5架直升机、5架战斗机，还有5架轰炸机。后来呢？后来桑德的舰船发现了我们，船上的炮火对我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我们的飞机差点被击落。最后呢？别这么看着我了，我实在编不下去了，确实不能说，原谅啊，抱歉抱歉。不说算了。哎，你说要好好谢我，你准备怎么谢我？你说，能力范围之内都行。请我喝杯红酒总可以吧？太没问题了。但是就要麻烦杨初送我回家了。没问题。服务员，酒单。代驾Sunny服务完毕，请记得给5星好评哟。师傅辛苦了，上去喝杯咖啡。我最近这单子有点多，都是以前的熟客，等我忙完这阵儿。案子不是完结了吗？那无可奉告。拜拜 ，Sunny。拜阿雷提亚。怎么样？一言难尽。怎么了？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聊天，但吃完之后回想起来，又感觉什么都没聊。我们俩就始终在那绕啊绕啊绕。赵亚宁也不是个一般人，
上高手，避而不谈，符合嫌疑人的标准吧？杨彻，人到家了。嫦娥6号也要进行钻取和秒取2种采样方式。钻取是固定在一个点位，采集保持剖面层距的月壤岩心样品，而秒取则是在月面多个位置产取月壤或是有色样品。首先进行是钻取。这么晚给您打电话，前一阵子我去连海出差的时候，请您帮我办的事儿，可以不用办了。显示了，是连海的号码，一家商贸公司的老板叫董威。连海的。莫斯商贸集团出事儿，真是挺意外的啊。但是您早就有预感是吧？也不是有预感，当时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才拜托您查莫斯商贸集团这个分公司。毕竟您在连海那么多年，资源也多。嗨，哪里，您太客气了，赵总，咱们都是朋友，没说的。杨处，马赫把赵小宁外调的相关信息表发过来了。5月30日下午6点13分，赵雅宁通过烟坪北收费站，晚上10点32分通过连海收费站进入了城区。5月30日晚上，赵雅宁总共通过3次电话，都是和董总的。第一次是晚上8点09分，持续时间是3分12秒。晚上11点09分第2次通话，持续时间是1分15秒。凌晨1点32分第3次通话，持续时间是6分33秒。当天晚上赵小宁的手机有发送短信的记录吗？没有短信记录。他要是有第2个手机不被咱们掌握，那发什么谁知道啊？下一个路口，你们上，我们先撤。收到。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怎么会这样？你们最近不是越走越近了？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我去连海监狱卢卡的时候被他们察觉到了。现在已经对我加上了监听。你出现在连海，应该有合理的理由，对吧？按照我们当时的计划，用旭辉集团的董总做了掩护。我跟他私交挺好的，没问题。必须尽快解除你的嫌疑。第2阶段的计划马上要开始了，我需要你。我明白。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来配合你。你没吃饭呢？辛苦啊。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门楼啊，听音乐、看电影、做瑜伽，这算发现吗？就一点异常状况都没有吗？真没有，哥。就他心情非常好，非常的休闲，我都怀疑是不是跟错人了。连海那边查怎么样？他就是和旭辉集团的人接触了2次，基本上就是酒店、公司2点一线，也没什么发现。J， 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大概20分钟，一会儿见。应该是公司有紧急情况，老规矩，2车轮着跟。刹车失灵，激活到手动挡，往下降档，动不了，按电子手刹，没有用，强制熄火，按点火键，点火键，不会用，别慌，保持执行。
啊，走走。杨柱，事故初检完了，赵女士的车是因为刹车管漏油导致的刹车失灵，初步看人为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车我们先拉回去复查，然后给你送到修理厂修理。今天的事儿啊，你应该感谢杨柱，如果不是他，后果不堪设想。你的行驶证、驾驶本，我们先暂时扣留。你签个字，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电话随时保持畅通。谢谢啊，辛苦了。哎，应该的，杨柱，我们先撤了。哦，谢谢。送你回家吧。我闻到了一股味道，嗯？你怎么的？又饿了？是花香。你没事吧？是生病了，还是累的呀？还是出幻觉了？我跟您这岁数的人，能聊天吗？这不关心你呢吗？哎，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杨处智商会不会降低了？别乱说话啊！比车人呢，工作时候，你还能说处长的事儿吗？那杨处那是什么智商？那智商是在我们所有人之上的，要不能当处长吧？我在电影频道，你在法制频道。那你这说什么呢？云里雾里的，那呜。因为爱情。谁呀？他要有爱情，他这岁数，他怎么不能因为爱情呢？那赵雅宁长得多好看，外加这梨花带雨，哪个男人不心动呢？哎呀，你心动吗？你们心不心动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心动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有职业道德的，啊？那赵雅宁那没准就是苦肉计，处长那是将计就计。你们大人太复杂了。你简单，你先把嘴闭上，啊，你那嘴除了吃，你就是在这吐吐。你那嘴还能干点什么呀？你给嘴放个假吧，啊，用耳朵听就行了。别说，别说话了。你相信爱情吗？我求你了，别再说话。交警那边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刹车油管断裂，导致刹车失灵，大概率应该是人为的。赵雅宁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搭上自己一条命，来给咱们演这么一出戏。在我跟踪他的时候，接到了华主任的电话，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沙发上提取的毛细纤维混合物都属于男性。那其中一个是桑德，另外一个肯定不是赵雅宁了。或许真像赵雅宁说的那样，今天晚上这场意外是那个真正的漏网之鱼，对他实施的打击报复。赵的疑点就都解除了。昨天晚上，你和阳光有进展吗？有。当初他确实是怀疑我去接应了桑德鲍伊，但是现在应该是完全相信我了。顺着现在的方向，跟他成为朋友。如果能更进一步策反他，那是最好。我明白。阳光升级要职，他所掌握的情报和信息，哪怕只能让我们提前获悉一点，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对我们后面的计划。后面的计划你还没跟我说过。现在还没到知道的时候。你总是这么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有了新的得力员工，老员工就出局了？当然不是。你要知道，我们才是一个团队。但是我们必须避免
桑德鲍伊犯过的错误，不能把计划瞬间铺成太大。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能力你是见识过的，过多的线头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追击角度和方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跟踪好这次核电合作，先以公关商的身份进入，机会自然会出现。赵，你也一定要相信我。当对的时机出现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清楚的。好，我相信你。停，从头再放一遍。嗯。停。就是他。当时他跑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我就没接着往下追。接着放吧。停。车牌号为EN NZ9082。向交管部门申请权限，给我查他，找出他的落脚地。明白。怎么样？找到落脚点了吗？嫌疑车辆离开南华街后，右转上了北清路，可是从三环桥下桥后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啊！桥下有没有停车场？没有停车场，我查过桥下1公里内所有的探头，都没有发现这辆车出现的踪迹，所以我断定这辆车就停在了这个范围内的某个地方。你们俩在这接着查，咱们仨过去看一趟。颜色型号都对上了，哟，车牌还没了，后边也没车牌，查一下吧。好，注意安全啊！明白，杨叔。什么都没有啊，挺干净啊。刹车和油门的踏板上面连个脚印都没有。后备箱什么也没有。这车肯定是专业处理过才能这么干净，100%有问题，就它了。喂，马甲，我们在高架桥底下搜了一圈，只发现了一辆白色本田轿车，但车牌已经被人摘走了，内饰被刻意的清理过。你给我仔细的查，高架桥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把这人给我逮出来。通知刘伟健，叫他们物证科带着东西，全面检查。明白，杨处。专业手法，这车全车都用利达德气胶水涂抹过，查不到一点痕迹。而且这车本身公里数很大，很久没开了。看那个发动机的状态，应该就是这几天才启用的，就是专门为了办这件事儿才开的，是吧？没错，又是个硬茬子。喂，阳光同志你好，我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赵培志。啊，你好。有个事情要当面跟你核实一下，请你今天下午2点来趟我们办公室。好的。那下午见。下午见。进。阳光。哦，杨叔啊。哎，坐。好。
开门见山，我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纪检组组长刘向军，这是我们的纪检员赵丕志同志。二位好，今天请你过来啊，就是有些事情想当面跟你核实一下。什么事儿？是这样，你呢只需逐个的、实事求是的、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就好。没问题，开始。好。6月14号的中午，你在哪儿？那天中午，我在和朋友一块吃饭。跟谁？立德公关公司的副总裁赵亚宁女士。她给了你什么？现金。多少？目测大概2万美元。用什么装的？就用了一个普通的牛皮纸袋。是这个吧？是。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你吧？是我。是这样，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你刚才说的那个赵亚宁，脱口而出啊，看来挺熟。他为什么要给你钱？他说这笔钱是公关公司的筹械费用。那你替他，或者是为他，做了什么了呢？立德公关公司希望和华泽集团建立合作。赵亚宁希望我可以为他证明，立德公关公司和莫斯商贸集团的案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有一天中午，他在没有提前告知我的情况下，约了我和华泽集团的向总欧先生一块吃饭。在饭桌上，我也是简单的只复述了一下已经公开的案情，其他多一个字我都没说。事后他说他要感谢我，就有了这2万美金的事情。赵亚宁说，这是公关行业的行规，要我务必收下。所以你承认收了这2万美金？没有，我当天就把钱给他退回去了。证据呢？可以用手机吗？行了，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在我们公关行业里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人际关系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行规；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份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饭可以吃，钱肯定不能少。怎么的？今把这份录音留送。不要啊啊！哦，另外还有啊，我把钱退还给赵亚宁的全过程，我车上面的行车记录仪全都有视频记录，我可以随时提供给你们。好。这样，除了这2万美金的现金，你还收过别的什么费用吗？没有。真没有？真没有。这个你怎么解释？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你先看，上边这个银行账号是你本人的吧？是我本人的，但是这张银行卡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这是立德集团从海外向你银行卡转的钱，总共是2万美金，约合15万人民币。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那就是说，你对立德集团给你转钱这件事儿，你毫不知情是吧？我当然毫不知情。赵亚宁给我拿来现金，我当天就给他退回去了，而且我留了音频、视频的证据，我已经做得很小心了。但是网上转账这种事情，
只要他们能拿到我的银行卡号，只需要一台电脑，1分钟的时间，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他们就可以完成。那我防不胜防。而且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进入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已经多少年了？2万美金，您觉得我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吗？别激动，别激动。是这样，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呢，我是相信你的，但你的男孩生气了？是你安排的人偷拍他，然后把照片寄到他领导那儿的吧？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放心，我是在帮你。你在帮我？你安排人偷拍他，你是不是起码跟我说一声？你现在让我很被动。别生气，我要早告诉你，你哪有这么真实的反应啊？我是希望阳光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缝，这是我离间他的第一步。你离间他的第一步，就已经把我刚跟他建立的好感给摧毁了。你说的太严重了，反正照片又不是你拍的，他冷静下来就不会生气了。而且你们俩现在的关系很好啊，你给他送钱这件事儿，不管是否违背了他的原则，都表达了你的一片好心。所以啊，不管他现在怎么样，最终一定会原谅你的。而延平市国家安全局在他心中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单位。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第2步，渐渐地软化它，甚至以后还可以有第3步，操翻它。别再生气了，现在让我们挠头的不是这件事儿，而是守城方面。7险组找你了。昨天找到过。他们也找我了，向我了解你的情况。这件事一定档案稳当。你说，这些照片是谁偷拍的？一定是立德的。我觉得这是他们打了一套组合拳，先送上一笔公关费向你示好，紧接着在下边给你一鞭子，挑拨你和局里的关系，让你的心理天平向立德倾斜。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你作为一个国安人员，什么人才想策反你？立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细思极恐啊！近期首城电力部要在首城召开能源洽谈会议，立德集团削尖了脑袋想参加，但是最终没有获得与会资格。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还在积极的争取。今天早上，我送张亚宁去机场，在路上他向我透露，由于首城电力的集体贪腐，所以首城高层把核电合作的项目转交给了太宇集团。他之所以这么着急赶着去首城，就是为了拿下太宇集团的合约。华泽的合约拿下，又想拿太宇集团的，就是非要钻进这次核电合作的项目当中去。这不得不让人非常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在过来的路上啊，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仔细地梳理了一下，从刘立静接近杨永良，到江城事件，到孙先生遇害，这些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是莫斯商贸集团所为。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立德集团作为莫斯商贸集团的公关商，盘根错节，若隐若现地出现在了几乎每一起案件当中。先是江城事件，赵亚宁当时就在案发现场，而且出现在了谢会长的医院。孙先生遇害的时候，他正好也在国家会议中心。莫斯商贸集团和首城电力的谈判，他更是全程参与。桑德鲍伊被捕当天，他又离奇地出现在了连海。后来向太生
接管了华泽，本来是拒绝与立德合作的。立德为了能拿下华泽集团，让张亚宁找我这么身份特殊的人帮忙，事后又以公关费为名，公然向我行贿。我把钱退回去之后，单位就收到了举报信。以上这一切，您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公关公司该有的行为吗？显然不是。按照您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设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那是不是上面这一切就全都合理了呢？所以，我这次找你来，是想派你去一趟守城。这次守城能源洽谈会议，中方会有重要的领导参加。我想派你以安保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会议，负责中方的安保。到时候，立德的人就一定会发现你的存在，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接触。这是一次跟他们近距离有实质性接触的绝佳机会。明白。但是切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主动接近别人，这样很容易暴露。风浪可能很大，但是要耐心的等遇上风。是。下一个探头。下一个探头。怎么这么多外卖员啊？这里面是一个西手驿站，这个门洞我侦查过，里面是个死胡同，所以这个洞口是唯一的出口。这个嫌疑人一定会从这儿出来的。不对呀，人怎么没出来啊？哎，停一下。哎，紫薇，你给回到他进这个胡同那个点。停，要放大他的脚。截个图哈，从这个点继续往后看。停！就这个人，把这人脚放大。看吧，这就是同一个人，为了躲避监控探头，换了身衣服，够狡猾的。往后继续放，看他去哪儿。人呢？还有探头吗？这是最后一个了。那我们就以这个十字路口为中心点，查周边所有的监控探头，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好。还有啊，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人的体态特征和当时破坏赵亚宁刹车油管的那个人很像？你要只给了我5分钟时间，但是接连3次打断我的阐述，这根本不是什么谈判，这就是在戏耍我们。你觉得没有可能了吗？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在过去的1年里，他的3个海外项目用的都是一家叫康奈的公关公司，负责人是他表弟。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很有可能也会把项目放在他自己完全能够掌控的公关公司里，我们有可能就是白跑一趟。赵，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姚有志。但是现在常规的谈判手段根本就没有用，那就用非常规手段。听好了，是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立德集团必须成为核电合作的唯一公关商。这件事难度不小，所以我想问你，这次的合作跟我们的大计划有关吗？这是 boss 的命，别懂他。好，我知道了。赵，我相信。这说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你们听到过他这么说吗？对。其实我不懂啊，这就是普通的核电合作，虽然技术是顶尖的，但是也不值得他这么重视吧？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怎么会跟我们说那是个老狐狸啊？我说过没说过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有方案呐，说该怎么样，要动作呀。那你有想法吗？来硬的。可他已经那么硬了，还要怎么硬？你们注意到他跟他秘书的关系了吗？哼，我早就发现了，他秘书的身材不错，姚有志老色眯眯的看着他，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不是一般的。我们深入去调查一下，尽快拿到证据。办法肯定是好办法，我赞同了，但是肯定不容易，这是他的地盘，你想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先去联系一下我们的线人，看看能挖到点什么。这是姚有志给高层贿赂和与下属同居的证明。你判断的没有错，这2个人的关系果然不正常。这是证据啊，这爆出来虽然会有点影响，但是我总感觉是不够直接。贿赂它可以说成是借款，这几张女秘书的照片，它完全可以用工作当借口。那就直接去他家，找到最直接的证据，最好能拍到或录到些什么劲爆的东西。好呀好呀好呀，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喂，喂，张局，那边向我发出邀约了，让我在首城多待几天，这是近距离接触他们的绝佳机会。好，那就将计就计。我会向上级申请，特批你留在首城。这怎么了？你和谁在一起？我和李太行。需要招吗？不，这件事儿只有你们2个人知道就可以了。好嘞，你说。要密切注意赵和阳光他们2个人的情况，尤其是阳光。你意思是你不信任阳光哦？你们
们不知道，他是国安的特工。他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要防止他有任何自己的计划和想法。如果他是在演戏，有任何可疑的动作，就说明国家安全部门已经盯上了力度，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应对，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它解决掉。那可以让失踪啊，在异国呢，这样他们比较能查到一点啊。总之，不能让任何人影响我们的计划。明白了，好呀，我会盯住，放心的。就这样吧。So,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President Yao? No, I don't. But I'm hoping to do an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Yao. My name is Casey Moore, and I'm with the Financial Times. Is he available right now? I'm sorry, President Yao has been very busy recently, and also we need his approval before we can schedule an interview. Okay, I know. So, could you please call him now to check? Well, to be honest, I'm not familiar with you, and I've never heard your name before. Hi. What's your name? Chloe. Hi, Chloe.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You can call me Tom Jerry. Hi, Jerry. Hey, listen. This is an urgent task. And for this interview,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recent rumors of sanction against your Thai news group. You know, our Financial Times is a heady, influential media, and all reports can impact your group's future. I really hope we can clear up any misunderstanding as soon as possible. So, I think you should take my proposal seriously. So may I see your press cards, please? Oh, sure. And yours? Hush. If you don't trust us, then we will respond accordingly. I think you'd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sult of this. You know what I mean? Huh? Hold on, please. Thanks a lot. So he's not available tomorrow. How about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t 3 p.m. here in the meeting room? Great. Thank you. Appreciate.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You too. 把手机蓝牙打开。嗯哼。OK。业务能力很强嘛。你也是。Casey Moore， 你是喜欢那个汤姆还是？这个。OK， 穿完了。好。明天上午他会去高尔夫球场。应该会是个机会，我去会会他。OK， 接下来就是你的事儿了。
谁没问题了 ？Bingo。OK。